大家好，今天看到的新闻让我突发了两个深深的震撼，不期然间又突然联想到了那两个励志万众的顶流的偶像，有时真的是感叹某些心理学家穷极一生的智慧和总结。也就是说，那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个世界上不只是妇女能顶半边天那么简单。但从赵丽颖、王一博这两个靠着打拼和努力登上人生巅峰的人身上，其实都能展示出无穷无尽、奇趣好玩的人生小亮光、小故事、小激励和小启示，足以点亮不少人每天机械忙碌的内心，以及各种无趣无聊的夜晚和天空。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期待他们一路都会无畏挫折、积极乐观。所以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首先，今天的新闻所带给我的两个心灵上的震撼，一个就是正义彰显，也就是吴牙谦终于被正式的批捕了，等于说案件最终坐实了，扔掉了嫌疑的帽子了，不用猫在拘留所了，该换个地方待了。这个曾经嚣张一时的大帅哥，终于用上半辈子的疯狂换来了下半辈子的铁窗。另外一个震撼就是黑暗无边，也就是阿富汗彻底沦陷的末日的场景。疯狂绝望的人们甚至争先恐后的抱着正在逃离的美国军机的起落架，也不想片刻停留在这片原本生我养我的土地上。这种人类濒临崩溃的末日的绝望感，谁又能体会得到呢？那就是一种难以表述的，反正都是死，死也要死在通往希望路上的最后的心碎和心死。这两个貌似南辕北辙的最新的新闻说明了什么呢？在我看来，说明了人生真的是万变无常，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时光。吴亦凡不珍惜唾手可得的顶流的生活，最终身陷囹圄。一度世俗开放的阿富汗人一朝变天，重回了中古落后的蛮荒的时代。所以最终我感觉大时代的小民们每一天的阳光快乐、衣食无忧，即便麻木到了熟视无睹的程度，其实都是上天的祝福和恩典。因为一旦失去了，才会真正让人感觉幡然醒悟，才会感觉到原来我曾经拥有的都是如此的弥足珍贵，原来都是让人生无憾的小确幸啊！我有理由相信，对于吴亦凡而言，现在哪怕给他过上一天以前那种和妈妈在一起的安安稳稳的待在温哥华的哪怕无事可做的平凡的日子，他都会激动到以泪洗面，哭上大半天。然而呢，人生没有然而，更没有后悔药，只有后悔加上药。那么对比这个一辈子都注定会持续堕入后悔深渊的吴亦凡，赵丽颖的每一天又会是怎么样的忙碌呢？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被人黑的最多的就是他的学历。我只想说，这些到现在为止还在不断抹黑攻击他这点的人，思想肯定是停顿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老是纠缠他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自己的文化程度又会有多高呢？又知不知道一个叫做刻舟求剑的典故呢？水都是一直都在流动的，更何况人呢？所以我可以断言，喜欢纠缠、喜欢批判赵丽颖学历的人，大脑肯定一直都停留在了10年前，甚至20年前。要知道，赵丽颖虽然学历真的不高，但她的好学精神绝对比娱乐圈内80%的人都要强太多了。她实际上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读书狂和学习狂。
早在拍摄《楚乔传》的时候，他就在微博当中无意中透露过一个他的幸福小秘密，那就是学习。他在微博中透露的是个非常简单的行程表，稍不留意就会被忽略掉，因为其中一项居然是学习英文。要知道，他真的是一年到头365天当中300天都是在拍戏，剩下的那几十天不是在出通告，就是在出通告的路上。因此在这种满负荷的情况下，他居然还在坚持学习英文。这种近乎超负荷的自我充电的方式，除了那些带着高考任务的莘莘学子们有着镜头之外，您还能想得出哪一位顶流明星喜欢这种不少人眼中近乎自虐的生活方式呢？除了满满的幸福感的加持，您又觉得还有没有其他更加高大上的理由可以去解释的吗？我是感觉真实的赵丽颖以及她真实的每一天都足以让那些老是在黑她学历低没文化的黑粉们脸无处放，情何以堪？您说对不？说回这个当年的《楚乔传》，自律性原本就很强的赵丽颖，居然会为了演好这部剧积极健身，瘦掉了8斤的肉。要知道，原本她就不胖。更夸张的是，这个拼命三娘居然能跟原著的作者讨论剧情，讨论到了大半夜。跟着呢，第二天早上又继续早起拼命拍戏，在40多度的高温的沙地上摸爬滚打，吊威亚也是一吊就是一整天。这样彻底忘我全情投入的85后小花，95后、05后还有吗？来这张搭夜车的偷拍，大白的真相就更加详实动人了。这个走到哪学到哪的赵丽颖，即便夜晚搭高铁，照样不费每一寸的光阴，继续埋头去琢磨，去推敲剧本里的每一句话。对比那个彻底荒废掉了上半辈子的吴亦凡，他除了这个时间点会去琢磨下半生的幸福，还有其他上半生的念想吗？因此，如果您在听说哪个无知的黑粉继续在兜售赵丽颖上世纪的学历，请随手转发本视频，千万别跟我客气，因为有一种怼就叫做事实胜于雄辩。说到这，我来问您一个问题吧。娱乐圈中学历高却没出息的人海了去了，为什么这个学历低的赵丽颖偏偏就成了有出息的杠杠的表表者呢？欢迎您在留言区中留下2个字的短评，一个是努力，一个是坚持，一个是学习，一个是幸福。欢迎您踊跃留下心目中的答案。如果您留下的短评是8个字的短评，也就是说努力加上坚持加上幸福加上学习，那么恭喜您的答案完美答对了。这条问题实际上是个多选题，就是因为赵丽颖明白自己的学历低，所以聪明的她一直都在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以及刻苦认真的学习，最终慢慢超越了所有学历高的人，最终站在了成功的巅峰。所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在极其讲究学历的娱乐圈当中，搞笑的是起码有 80% 的人都没有这个低学历的赵丽颖努力。这就是每一日的差距，这就是最终幸福的回报。开箱完赵丽颖的幸福宝藏，就轮到王一博了。您说王一博的幸福百宝箱会跟赵丽颖一样吗？也是那8个字的缩写吗？欢迎您在留言区中留下2个字的短评，一个是一样，一个是不同。如果您感觉一样，那就不好意思了，男女还是大不同的。我先来举个关于王一博幸福源泉的最简单的例子吧，您再思考一下心目中的答案。王一博当年在拍《陈情令》的时候，
一度生病到上吐下泻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搞到发烧昏倒，紧急送院。为此紧张万分的乐华公司不得不紧急派出了他的经纪人，专程从北京飞到了贵州，专职去照顾他。因为整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一度让这个夹在中间的经纪人紧张到要崩溃了。结果超级有意思的是，他在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居然会把整件事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给忘记了。即便那个一直陪伴他照顾他的经纪人再三的作证，反复的提醒，这个王一博依旧是一脸的懵逼，来回的强调自己一丁点儿都不记得了。按说这事儿如果放在其他明星的身上，妥妥的都是兜售口乖、人设和话痨的开始。且不说某些女明星喜欢反复强调的生理期、下水等等各种的辛苦和各种的敬业，不少大明星们更加热衷进入到感冒了、发烧了、带病依旧努力、依旧坚持工作等等的热搜的条目。这些都是娱乐圈艺人们苦情营销的一个超级的大卖点。结果呢，众人皆行我独醉。这个圈内清流的王一博偏偏就不喜欢这种可以趁机蹭上热搜的高回报率的苦情戏码，他就是坚持说不记得就是不记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我看来，这明明就是一种小痛不言痛，小苦不言累的强大的心理暗示。从本质上讲，这次疾病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事儿，所以事情过去之后，他也根本没把这件事儿当成一件事儿，跟着放进心里面。所以说这个耿直 boy 压根就跟心机 boy 或者说心机 girl 不是一路人。因此即便他的经理人反复的暗示，他就是不配合去兜售各种的苦情，去琢磨各种的热搜，去营销各种的人设。幸福到底是什么呢？对王一博来说，其实就是迅速抽身，快速忘掉每一天的不快，并且努力珍惜，用心珍藏每一天的美好。这才是王一博真正的幸福，这才是这个高冷王子背后容易找到快乐的真正的源泉。说到这，您心目中的2个字的短评又会是什么呢？欢迎您留下不一样的心目中的答案。总之，我们的日子或许简单，或者枯燥，或许乏味，或者单调，但至少我们每天的乏味和枯燥，在世界上88%的人眼里都是最好的上天的祝福和最美的天堂的生活，甚至包括那个下半辈子只能对着巴掌大小的窗口唉声叹气的曾经站在巅峰过的吴牙签。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想想，赵丽颖、王一博这些依旧在巅峰风光无限的顶流人物，依旧在比我们更加努力的寻找着各自的充实的生活和幸福的感觉。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加积极的去面对生活，去把握幸福吗？当每天的太阳徐徐升起的时候，赵丽颖都在用努力和学习去实实在在的珍惜着每一天，甚至每一秒。而王一博则在用忘我和投入去自我发电和充电，去充满和充实自己的每一天，以至于他可以轻轻松松的扔掉那些负面的情绪，完完全全的忘掉那些别人总会拿来矫情和炫耀的痛苦和伤疤。好了，您如果觉得我聊得在理，欢迎您转发视频给更多老是抱怨日子烦闷、无休无止的朋友。如果您觉得我说的不对，同样也欢迎您在留言区当中抛砖引玉，指正一下。欢迎您的各种的参与和互动，非常的感谢。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特别期待云飞夫妇王炸 CP， 以后还有机会可以重来，
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已经证明了都是可以达成心愿的巨大的能量，只是千万不要放松。即便您总也感觉不到这些能量的存在，无妨，这些慢慢汇集起来的能量都是足以改变未来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重新带来下一波的惊喜，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钟情和喜爱的人。世事难料，日子干熬，爱他就请时常的大声的说出来。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